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这次我们要介绍的是新版《科学揭示之幸运的人》这本书，目录如下：一、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二、相信自己是幸运的人；三、通过自己的幸福标准来设定目标和梦想。我将按照这个顺序进行介绍。好运和坏运是会公平地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那么被认为是幸运的人，是能够捕捉到幸运降临的时刻，或者是能够防止更多不幸，甚至将不幸变为幸运的人。你是否认为自己运气不好呢？然而，运气并不一定是一个人天生具备或命中注定的东西，而是取决于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可以通过改变而发生变化。那么，如何才能成为幸运之人呢？这位杰出的脑科学家从科学的角度介绍了培养幸运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方法，因此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书。第一章，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在这一章中，有2个关键点。首先是要充分利用现在的自己，了解爱自己的重要性。当我们希望成为幸运的人时，我们往往会努力学习，改变环境，甚至努力改变现在的自己。然而，这种方法真的有效吗？为了成为幸运的人，努力改变自己，实际上可能会让我们离幸运越来越远。这是作者的观点。脑中存在个体差异，形成了个体的独特特色。例如，我们的脑中存在多巴胺、内啡肽、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传递物质，其量存在个体差异。这些物质对人类的健康生活至关重要，但过多可能对大脑和身体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存在一种称为单胺氧化酶的物质，它分解这些物质并调整整体量。这种酶的分解程度存在遗传上的个体差异，这形成了大脑的个性之一。例如，在女性中，拥有容易感到幸福的大脑的人天生就有较高的幸福感，这是因为大量分泌了5羟色胺，能够感到安心和稳定感，所以没有焦虑感。焦虑感是因为有能够预见未来、考虑未来的能力。换句话说，不考虑未来的人更容易采取类似只要现在好就行的想法。另一方面，在男性中，神经传递物质的分解程度较低，会导致产生攻击性的个性。这些个性通过自觉脑的特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抑制，但却不能完全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努力想要改变自己，成为幸运的人，但实际上改变自己是一项技术难度较大的事情。因此，让我们考虑如何充分利用现在的自己，而不是试图改变现在的自己。比如，那些感到幸福但倾向于采取反社会行为的人，可以说是无所畏惧的性格。这种无所畏惧的性格可能在需要开展业务或进行大额金融交易等工作时发挥作用，而攻击性的人可能在律师等职业或在组织中担任谈判等角色时有机会表现。总之，让我们思考如何充分利用现在的自己，包括自己的身体、思考、价值观、直觉等一切。接下来是第2点，即珍惜自己，就是学会更好地爱自己。比如，在一条干净的道路上扔垃圾可能让人感到不悦，但如果在垃圾已经很多的道路旁边，情况会如何呢？在已经失去秩序的地方，心理上对于满足秩序的抵抗感会减少，对于人际关系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如果自己不珍惜自己，很可能会被周围的人也同样对待。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首先需要自己爱自己。接下来是第2章，即坚信自己是幸运的。在这一章中，我们将解释2个要点。首先，第一个要点是思维模式的力量，即拥有积极的自我形象。即使没有根据，一旦自己认为自己很幸运，实际上运气就会变好。例如，当工作中无法成功达成合同时，认为自己很幸运的人会考虑到自己在准备阶段可能犯了错误，或者自己可能有学习不足的地方等。而认为自己运气不好的人则会认为自己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却因为运气不好而无法达成合同。这样一来，认为自己运气好的人就有了努力的空间，而认为自己运气不好的人则没有这个空间。但是，认为自己运气好和认为自己运气不好的人，实际上经历的事件很相似，对于这些事件的看法、思考方式和处理方法不同，这在长时间内会逐渐积累，导致结果发生很大变化。因此，
即使没有任何根据，也让自己相信自己很幸运是件好事，这将确保取得良好的结果。接下来，第二个要点是拥有积极的自我形象，将认为自己很幸运的思维模式与积极的自我形象结合起来，在面对任务、考试挑战、参加各种竞技比赛等时，拥有积极的自我形象会对结果产生良好影响。例如，在公司中被委托承担难度较高、重要的项目时，这时如果能够认为上一次的项目成功了，所以这次也能成功，那么被委托承担难度较大的项目就是对平时努力和成绩的认可。对于自己，想象出积极的形象是非常有帮助的。拥有积极的形象无需特殊的根据，只需有无根据的自信就足够了。这样一来，项目成功的几率就会增加。在英国进行的心理旋转任务实验中证明了这一点。心理旋转任务是指展示一个图形，然后从56个相同形状的图形中选择相同的一个。在这个心理旋转任务中，男性比女性更快且更准确地给出答案。由于展示的图形是旋转的，因此一眼找到相同的图形是一项困难的任务。然而，在进行这个测试之前，对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这导致了正答率的显著差异。首先，在问及性别的调查中，女性学生的正确率为64%，而男性学生的正确率为86%。另一方面，当问及自己所在大学时，男性学生的正确率上升至86%，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参与者是知名学府的精英学生，回答调查时自己是名校的精英学生产生了积极的形象，对测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这个例子，积极的自我形象直接影响表现。因此，在参与某事、挑战某事时，尽量保持积极的自我形象是很重要的。拥有认为自己幸运的信念和积极的自我形象，将使您更容易成功地面对新的挑战和任务。成功后，你会更坚信自己很幸运，自我形象的水平也会提高，因此下一个挑战也会更容易。即使下一个挑战失败，有着幸运信念的人也能进行反思，从中产生新的动力，再次回到良好的循环。这就是为什么拥有幸运信念和积极的自我形象对于成功和维持积极循环至关重要的原因。接下来是第3章，即通过自己的幸福标准来设定目标和梦想。在这一章中，将解释关于拥有具体目标并以个人幸福标准衡量的脑部空虚的3个要点。首先，第一个要点是拥有具体目标。在介绍这一点之前，先简要解释一下 serendipity 意外的幸运这个词汇。这个词指的是捕捉偶然幸运的能力。表现出 serendipity 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幸运的。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说表现出 serendipity 的人提高运气的共同点是有准备。那么，这个共同点到底是什么呢？答案是，准备好捕捉幸运的关键在于拥有明确的目标，并且不会忘记。表现出 serendipity 的人通常对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要实现的目标有强烈的愿望。有了明确的梦想或目标，就能朝着这个方向付出具体的努力。虽然捕捉幸运所需的准备很多，但所有这些都始于明确的梦想和目标。接着是第2个要点，即通过个人幸福标准来设定目标和梦想。目标和梦想应该是通过个人幸福标准来设定的，因为运气的好坏无法客观定义。在相似的情境中，是否幸运或不幸，最终取决于个人决策。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倒霉，是因为他们缺乏通过个人幸福标准来设定目标和梦想。如果没有根据自己的幸福价值观设定目标和梦想，他们就容易受到他人意见和普遍价值观的影响。如果没有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即便有机会和努力，也可能白费。最后是第3个要点，即了解大脑容易感到厌倦的事实。人的大脑天生对一个刺激很快适应并变得厌倦。理解坚持的重要性，但无法坚持的原因在于大脑的空虚。那么，为了不让大脑感到厌倦，应该怎么做呢？窍门在于巧妙利用大脑内的奖励系统，并不断给大脑带来新的刺激。比如，语言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坚持下去也是最困难的。作者在32岁时，为了工作首次开始学习法语，在1年的时间里，他掌握了足以处理日常生活的法语水平。他是如何进行学习的呢？作者首先考虑了能够说法语后能做什么，
然后具体思考。例如，如果能说法语，就可以自信地独自进入法国咖啡馆，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他还可以用法语演讲，与当地研究者讨论有趣的研究。语言只是沟通的手段之一，所以通过使用这种手段来思考自己想要做什么，想要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很重要的。然后将这个目标持续在头脑中形象化，考虑为实现这个目标应该做些什么。首先从发音学习开始，然后学习语法。设定的目标就是掌握一本薄薄的语法书，一旦基础掌握了，就想写信给法国人，于是开始寻找法国人的笔友，并尝试写邮件。实际上，这种学习方法符合大脑的性质，发音、语法、邮件写作逐步给大脑提供新的刺激，改变角度，使得厌倦感不会产生。这种学习方法被认为能够激发兴趣，因为当理解了单词的意义或者能够稍微交流时，会释放多巴胺，这是激发动力的来源。大脑在通过某个行为体验到愉悦时，会记住这个行为，然后会重复这个行为以再次获得愉悦。这种性质同样适用于保持追求目标和梦想的动力。采取类似的方法，不断思考是否有更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是否还有其他努力的方法，会使大脑产生新的愉悦感，给大脑提供新鲜刺激，并在愉快的情境中执行任务。这既是防止大脑厌倦的方法，也是接近目标和梦想的有效途径。最后，希望我们都能珍惜自己，活在当下，成为那个幸运的人。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